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佛陀说，前生无债，今生无缘，欠债还款，天经地义。但是对于情感的债务，该如何偿还呢？欠款可以通过货币衡量，但人情却无法计算，无法清偿。这一辈子，我们唯一欠着的债务是父母情感。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，永远无法摆脱父母的牵挂；不论我们飞得多高，永远不会远离他们的关注。无论我们富有还是贫穷，只有父母在身边，才能找到温馨的庇护。多年以后，当回顾人生，细细回味，我们这一生到底欠父母多少情，又还了多少？你还欠父母一次拥抱？你多久没有主动拥抱父母了？还记得吗？是5年前，还是10年前，甚至是20年前？当时父母抱着你，充满了温暖。那时的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，甚至是婴儿。父母将你抱在手心，仿佛是一块珍宝，怕化掉，怕被阳光晒坏，怕在风雨中吹走，怕在严寒中冻伤。我们成长在父母的慈爱怀抱中，这一切都没有错。但不知何时开始，我们挣脱了他们的怀抱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我们长大了，不再好意思撒娇，甚至会在父母面前发火。有些人不断抱怨，认为自己没有留下多少钱，无法让自己早日成功。不对父母无礼已经很好了，何况是拥抱呢？然而你曾想过，父母曾经为你拥抱了多少次？现在你是否应该回报？一次，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还欠父母一份关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几个人真正希望你好，大部分人在嫉妒你的幸福，他们希望你不如意。只有父母一直期待着你的好，不希望你经历任何风雨。当你在外漂泊时，父母的内心一直忧虑，心疼你。每次电话铃响，他们会说，只要一切平安，不必多赚钱，只要饭菜可口就好。当你所在城市下雨时，父母打电话关切地问，孩子，下雨了吗？记得带伞吗？台风很大，你们那里安全吗？明天会晴朗。这种关切，除了父母，还有谁？关心一个人一直都没有停止，也许你的爱人甚至不能做到。你的爱人也许慢慢忘记你，但父母会关心你的每一天，无论你是否有时抱怨或变得不耐烦。你的不耐烦会使他们难过，或许在你对他们大发雷霆后，他们会悄悄抹泪。父母常常感到困惑，他们总是在深深的自责。你是否常常关心父母？你是每天都关心，还是偶尔想起？你确实欠父母关心，因为你经常忘记主动联系他们，甚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不耐烦。你的不耐烦会让父母难受，也许他们会在你发火后躲起来，默默掩饰情感。他们总是在不明白的时候感到自责。你还欠父母一次陪伴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这句话或许首先是关于爱情，但它同样适用于亲情。无论我们说多少言语，陪伴在一起总是比言语更有力量。即使不说话，陪伴也能传递幸福和温暖。一生中，我们有多少个日夜陪伴父母？有人算过，如果父母活到100岁，我们陪伴他们的时间仅仅只有100多天。或许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，但这就是现实。当父母变老，他们常期待我们的回家，但却越来越失望，因为有的儿女甚至不愿在春节回家。有些父母多年来相依为命，可却没有一个儿女常回家看看。你或许认为，通过经常给父母打电话、视频通话、寄钱回家、寄礼物回家，这些都足够了。但事实上，父母并不需要这些物质财富，他们不愿使用，钱也舍不得花。有些父母在生命的尽头留下很多未穿过的新衣，
这些都是儿女送的，现在都成了闲置物品。金钱方面，他们攒了一分一分，但最终仍留给了儿女。你确实还欠父母一次陪伴，这是一次一生一次的陪伴。如果你的房子还有空间，那就为父母留出一个地方，让他们住下，即使生活困难，你也会感到幸福。你还欠父母一生的等待。你是否知道，每当你说要回家，父母都会充满期待，如陀螺一般忙碌，为你准备家乡的特产，守候在村口，度过漫长的等待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替代父母，他们一直都在等待你的归来。请不要让他们等待太久，或者学会在车站迎接他们，陪他们回家。你等待什么呢？如果父母就在你身边，等什么呢？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，这是一个谬论。金钱可以慢慢赚，但爱却不能等待。人生注定无法还清父母的情感债务，但我们仍然需要尽力偿还。每天通过一个简单的电话告诉父母我们平安，经常回家看看。